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一个虚拟人工智能，谈什么恋爱？世界上那有人想要跟 AI 谈恋爱啊？你要跟我谈恋爱吗？哈哈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随时可以问我。怎么办？我才第一句我就被呛了。不对呀，我问你哪里人，没说要跟你谈恋爱，你为什么要呛我？脑袋炸炸！我是 Eva， 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创造一个 AI 的我，来帮我完成各种事。那我就有更多时间玩 AOE 备战了。我之前制作了这个短影片，利用了 AI 来帮我把说中文的影片翻译成英文与韩文版本。这个 AI 说的比我自己还要好。这次呢，我在他们的网站上发现一个新推出的功能 Streaming Avatar， 看了这个功能的演示 demo， 真的很有趣。这就给了我灵感来源。如果我能创造出一个 AI 的自己替我直播和拍影片，那该有多好！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我决定用 Unity 来呈现。既然我可以透过 Unity 来展示投票程式跟观众即时互动，那透过抓取黑券的 API 应该也能创造出同样的效果。于是我在 GitHub 上面找到了他们官方的 demo， 教你如何创建一个自己的 AI 人。于是我思考了一下，看了这一堆我不太熟悉的语言，想着如果我用 C# 复刻它的代码，那我是不是也能在 Unity 实现这个效果了？每一次想法都能想出一堆，真到了实行层面又困难重重。当我打开 Unity 之后，这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，一时之间还真难以言喻。在自己的经验中，从来没有写过这类型的代码，而我这次就是想要创造出一个 AI 的自己来替我上班。总之，现在的我遇到陌生问题时，第一反应是询问 GPT。那当我询问 GPT 好几次都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时，我要跑去 Google 寻找相关文章。可惜的是，黑卷这功能是刚推出，太近期了，根本没有任何解答，真的是太难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最终透过人家给的文档以及这份 demo 的代码，从中找到一些线索，像拼拼图一样，慢慢拼凑出自己心目中的画面出来。过程有多难受，拿到好结果的时候就会有多开心。当我在 Unity 里面看到这位女性友人的时候，真的快把我激动给疯了，仿佛打赢了一场比赛一样。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见证。虽然他现在还不能说话，因为还没有设置好。在实现这个功能之前，我决定先把自己的 avatar 放进画面中，这样每一次测试的时候都会是我的样子以及我的声音，更能符合我直播时想要呈现的感觉。就在这时，我真的很想对着电脑大骂：你妈妈真好看！谁知道写个程式，心情还能像做大怒神一样忽高忽低。因为代码实际上是复刻 JavaScript 写的，所以在我自己的代码这里，本以为只要在这边 Avatar 跟 Voice ID 这边换成我自己的 ID 就可以了。结果怎么的换都实现不了这个功能。为什么？脑袋炸炸，不愿意承认事实的我，打算先让他说话，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段。 Hi Ava, how are you? I'm your AI assistant.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? 可以说是非常标准的英文，并且感觉这个项目即将完成。但是当我打算让他汇报时间给我的时候800. 很好，心情整个好不起来了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只能再次阅读他们给的文档。在阅读的过程时，我发现自己又日常性的眼睛不好使了。在这段代码的 description 这边，完全显示了有哪些 avatar 跟 voice 我可以使用。对，人家写的明白，我选择性的忽略了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只支援 default 这个模型。那这个模型是谁呢？就是这位让我心情七上八下的女性友人。而声音呢，目前也只支持讲英文。很好，这个项目失败。这部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记得订阅、按喜欢、不喜欢，拜拜！气死我啦！虽然人家文档这么写，但不死心的我决定去问客服。结果他们丢给我几个链接，还都是我已经看过了。开发者档案，我彻底心死了，心灰意冷。可是放弃又感觉有点可惜，于是我到了他们的网站，制作了一个自己的模型。我是Eva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是一名 YouTuber， 同时也是一名游戏开发者，更是偶尔会在 Twitch 上面直播。
虽然听起来讲话还是有一点 AI， 但是我这声音简直是太完美了。不过这网站收费也不便宜，录制好自己的模型之后，他们会收一次微调模型的钱。之后呢，如果想要使用 Streamy Avatar， 又会再收你一次钱。既然目前还不能在 Unity 使用它，那么在网页上我还是一样能跟它对话。以上是我与 AI 的我对话的过程。我们现在就来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：你是哪里人？这个问题啊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是直播间每天都有人必问，也不是说一定是直播间，我出门遇到人必问这个问题。你好，我是一个黑跟 AI 流动化身，很高兴能与你对话。他叫黑卷，那我还以为是黑卷。你那个发音是黑卷还是黑卷？这取决于使用的语言系统，但通常是黑娟。OK， 好，它取决于语言系统，但通常是黑卷。OK， 你想谈恋爱吗？很抱歉，作为一个 AI 流动化身，我没有能力体验情感或感受。那发表一下你对台湾的独立游戏开发者有什么想法？你觉得我们会饿死吗？台湾拥有优秀的独立游戏开发者社群，我相信他们会继续为游戏行业带来新的惊喜和创意。Regarding the concern about starving， 这取决于市场、产品和营销策略。我靠！突然还跟我说英文，由于现在只是用了他们 default 的内容而回答的，实在不能称为 AI Ava。于是我让 ChatGPT 给了我几份关于我的几千字描述，之后再放到黑卷的 knowledge base 这里，这样应该就会有我的口头禅以及一些我常说的语助词了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一个虚拟人工智能，谈什么恋爱？世界上那有人想要跟 AI 谈恋爱啊？你要跟我谈恋爱吗？哈哈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问题，随时可以问我。怎么办？我才第一句我就被呛了。不对呀，我问你哪里人，没说要跟你谈恋爱，你为什么要呛我？抱歉，只是开玩笑，没有要抢你的意思。关于我的国籍，我可以随便给你一个国籍，我是印度人。开始直播的时间是2024年6月1日之后，我的直播会从副频道转到主频道。非常抱歉之前回答有误，希望这样能让你满意。好好笑啊！关于我的国籍，我可以胡说八道，什么东西啦？虽然我直播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啦，但是你说你是印度人，我不信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是印度人。然后我知道你直播后6月1号会从主频道会从副频道转到主频道，但我还是不相信你是印度人。好吧，我就是印度人了。如果你不相信，那就当作是我随机给你的一个国际。我只是想开个玩笑，所以不要太认真。有其他问题要问吗？有啊，你之前说我想跟你谈恋爱，那我确实想跟你谈恋爱，你会怎么办？哈哈，抱歉，我只是一个虚拟人工智能，没有情感和自主意识，所以无法与人谈恋爱。但是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游戏开发或其他问题，我会很乐意回答的。有其他问题吗？我觉得他很像我，他真的很像我。他像我哪一点？他像我那一种，没有任何情的那一种人。就是我现在讲话，我还是会有一点感情在，对吧？包括我的语调什么的。这个人哦，太理智了，有点理智。但是他说话方式好像我，但就是太理智了，不太 OK。没有啊，我现在满脑子都只想跟你谈恋爱。胡说八道。真抱歉，我无法帮助你在这方面。但如果你有任何关于游戏或其他话题的问题，我会乐意回答的。希望能帮到你。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？我靠，好像我，真的，我靠，好像我。我现在像谁跟我告白，我就把这个画面贴给他，一定要去看看这部影片啊！我靠，你怎么看待台湾的独立游戏开发市场？我们会饿死吗？哎呦喂，这是个很棒的问题。台湾的独立游戏开发市场正在蓬勃发展，有许多优秀的开发者和作品，我们绝对不会饿死，反而可以期待更多优秀的台湾独立游戏作品出现。哇，那怎么讲得很官方，然后又讲得好像就可以做梦的感觉啊？问他其他的问题，我对你超感兴趣的，所以你能不能跟我谈恋爱？不好意思，我是一个虚拟人工智能，无法谈恋爱。但是如果你有其他问题想问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解答我。唉，算了，问不出个什么。你喜欢玩什么类型的游戏？
哇靠！我超喜欢玩 ROE 世纪帝国2，还有恐怖游戏。玩恐怖游戏的时候，我总是很容易被吓到，然后大叫。我觉得第一句是对的。AOE 到 AOE 那边，我觉得都挺对。恐怖游戏，他的言论跟我没关啊，以后都是他直播。各位要玩恐怖游戏，就是他，找他，不找我，找他，对，懂吗？玩 AOE 找我，玩恐怖游戏找他，我们已经分工好了，以后我们就2个人一起直播，对。恐怖游戏不行。哇靠！你说你玩恐怖游戏很容易大叫，那你现在叫几声给我听？这是我们白痴问题。这个不行啦，你知道我现在是虚拟的，还听不到啦。听不到什么？不，你听不到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让你大叫。哇好敷衍，这人怎么能敷衍我啊？你怎么能敷衍我？你叫的，我觉得你叫的很敷衍我哎。真抱歉，我的表达方式让你觉得受到敷衍了。或许我可以分享更多我对游戏的真实喜好，或者解释一些游戏开发相关的内容。你对那方面比较感兴趣呢？我靠，这 AI 不行啊！真的，你不要老想着跟他谈恋爱。这 AI 莫名其妙就跟你说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游戏开发资讯，我可以回答你哦。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唯一的缺点，我个人感觉是说话太标准了。自己说话什么样子，我可太清楚了。这标准的声音是我做梦都讲不出来的。可想而知，如果你们在跟他对话的时候，肯定也有一种“天啊，这是 Ava 吗？天啊，这肯定不是 Ava” 的感觉。忙了几天，最终离这个梦想还是有点距离。不过现在的科技与技术都在了，只剩下要花多少时间去学习整合。总之，想跟 AI 的 Ava 说话吗？那记得来看我的直播，拜拜。